下面枇杷叶，这就是蔷薇科的这个水果枇杷，用它的叶片呢入药。那么一般采收这个叶片呢，虽然全年都可以采收，但比较采的都是偏老一点的，老一点的。因为这个枇杷叶的，尤其是背面，它有很多那种黄的那种绒毛状绒毛。那么一般来说，它要求呢是要这个刮去或者刷去用刷子把它刷掉绒毛，那么避免它煎熬的过程当中呢脱落，刺激烟火。所以这种老一点的呢，相对来说那个容易去掉一些，但总的来说呢，这个毛都很难刮掉或者很难刷掉。所以很多现在采用呢是把它微微的炒一下，那么炒一下呢，它这个绒毛是不耐温的那就容易焦再加上炒了以后呢，用蜂蜜来植所以它就粘附粘附在一起了，也不容易脱落所以现在有的这个枇杷叶呢，也不要求就都要刮去毛，都用炒的方法或者蜜制的方法来代替。这个枇杷叶呢，它的这个功效呢，和前面这个马兜铃其实是比较相似的能够这个止咳平喘，又能够化痰但主要是祛痰了，也有一定的清肺热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呢，比马清肺和止咳方面它的止咳方面相似，但是呢，同样是比较适合于这个肺热的咳喘痰多同样用于肺热咳喘痰多，在配伍的情况下，那也是寒症或者虚症虚症或者甚至一些肺燥的一些病症都可以广泛的使用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么另外呢，这个枇杷叶也是一个清胃止呕的药，尽管清胃热的作用不强，止呕的作用也不是很强但是这一类的药本身不多，我刚才讲竹茹的时候谈到了，就那么3个药，所以也是在很多胃忍呕吐的方当中呢，作为比较常用的一个辅助的药物在使用。所以这些都是很次要的药。那么下面有2味药呢，是这一章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是桑柏皮桑柏皮。这个桑柏皮呢，它主要是用的这个桑树的根剥的皮所以又叫桑根柏皮。如果同学们见过这个桑树根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发现这个桑根挖起来的时候，表面是金黄的那个金黄的那一层呢是它的酸皮，一般都要刮掉，那么里面就剩下来的内皮都是白的所以就叫桑柏皮或者叫桑根柏皮它来源于这是桑树的根就这个药材切片了以后，这个桑柏皮有时候简称桑皮，但不是茎的皮也不是干的皮，而是根的皮。这个桑柏皮的第一个功效呢，清肺平喘。那么它主要是用于肺热的喘咳，主要是在肺热引起的气喘它止咳的效果呢相对比较弱或者不明显，主要是使喘息安静下来尤其是在小儿这个肺热的喘咳比较常见尤其前人认为这个桑柏皮呢，它是一个甘寒的药，当然主要是真实之味，它像桑叶一样，也略有一点偏于那种养阴方面的那种倾向性所以对于这个肺热比较盛，而且肺阴初伤，又不是典型的阴虚症肺阴虚，有那么一点对肺阴这个灼伤了的情况下呢，这个是一个最适合的药。儿童这个至阴至阳之体，稍稍肺热比较盛，那么肺阴就会受到一定的损伤，所以这个儿科当中用这个桑柏皮来清肺平喘用的非常普遍。最有名的那么就是这个泻白散。泻白散主要的2个药呢，一个是桑柏皮，一个是地骨皮，这2个药呢都能够清泻肺热而且呢略有一点养阴或者育阴的
那样子那种群像性。比如我们讲地骨皮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退虚热，那么阴虚引起的消渴、阴虚的牙痛啊，或者一般的阴虚火旺的骨蒸潮热这些呢，与它略有那种滋阴的群像性有关。它当然主要是个退虚热的药。那么两个药配伍在一起，有的医生就认为就是这个肺热壅盛而肺阴出伤，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子啊。这个泻白散，那么就是以桑白皮和这个地骨皮作为一个主要的药物啊，这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功效。那么要说明的一点呢，在有的在很多这个书上呢，写的是泻肺平喘。这个泻肺呢，也是清泻肺热，也是泻热的意思，泻火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泻热泻火也可以叫清热，也可以叫清热。所以我们这里为了准确一点表述呢，就把这个泻肺平喘改为了清肺，因为对于桑白皮来说，清泻肺热是主要的啊。当然，这个肺热呢是一个血气。把它作为一个血气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泻邪啊，泻血、驱邪，这个也是可以啊，这是长期的一种习惯。那么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要下面讲的下一个药，这个葶苈子。葶苈子主要功效也是写的泻肺平喘，4个字完全相同，桑白皮和葶苈子都用泻肺平喘，但它们的实验症有明显的区别。那么这样子，很多同学呢都会发生那个疑问：功效相同，为什么这个主治应用那么明显的要把它分开，而且完全的不一样？其实他们的泻肺平喘的内涵是不一样的。那么讲了以后呢，在葶苈子讲了以后呢，就觉得把这个桑白皮的这个泻肺平喘改为清肺平喘呢是有道理，而且是有必要的啊。所以它主要在于清泻肺热、清泻肺火所以它可以用清肺平喘，也可以用泻肺平喘啊。这个泻也是清泻的意思。另外，桑白皮又是个利水退肿的药，所以我们在前面讲利水渗湿药的时候讲，这个典型的比较常用的一些利水退肿的药，没有在利水渗湿药的第一节利水退肿药当中。利水退肿药当中，除了茯苓、猪苓这几味利水渗湿的药，能够利水退肿的都比较次要，什么冬瓜皮啊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桑白皮也是一个很重要、很常用的一个利水退肿或者称为利水消肿的药，那主要用于水肿、小便不利。当然，桑白皮呢是一个寒性的药，最适合于是湿热水肿湿热水肿。那么在临床上呢，现在不管是这个肾性的、心性的，那么桑白皮用了以后呢，都发现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尿量啊，减轻水肿，所以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利水退肿的药物。但它主要是用于湿热症湿热症，因为本身是一个寒性的药物这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当然，如果有虚，尤其是这个脾肾两虚，当然尤其要在这个补脾肾的药当中少用一点桑白皮也是可以。这个桑白皮呢是一个之所以称它为甘寒的药，本身它没有苦味，而且呢是安全度很高的所以在一些这个古代的一些书上，就是说在一些这个饥荒的年间，这个桑白皮呢可以作为食品来充饥，其实完全可以吃的完全可以吃作为食品没有什么这个不良的反应，所以是个很安全，所以用量呢就可以适当的大一点。那么桑白皮在临床上，如果作为这个清肺平喘的药呢，一般可以用蜂蜜来治蜜汁的桑皮。一般利水退肿呢都是用生的不炮制的这个炮制与否呢，与它的主治症有一定的关系。下面的一个药，这个葶苈子，那么是很细小的这个种子，它主要来源于十字花科的这种独行菜或者这个薄娘蒿，两种呢都可以等同的使用。这个也是放大了，实际上是非常细小的，比那种水稻里面混杂的那种稗子那个还要小，那直径就是1毫米左右
很细小的一种种子。这个葶离子呢，我们书上呢把它叫消痰平喘，也可以用泻肺平喘，泻肺平喘这个更通常使用。那么这个泻肺呢，主要的就是泻痰水，泻痰水。那么这个葶离子治疗的这种喘咳呢，一般是不但是热症啊，而且呢痰水壅盛啊，痰水壅盛，病症呢都比较重啊，不但是这个喉中痰鸣啊，那个喉中痰鸣容易卡出，而且有的还出现了这个胸腹水饮啊，面目浮肿啊，所以它这个痰水比较壅盛啊，壅盛。那么主要用葶离子的泻是泻实的啊，这个实泻主要是痰水或者痰浊啊，壅滞在肺窍里面啊，所以这个泻肺是泻肺实啊，泻肺的痰水，它主要不在清肺热，不在于泻肺热，当然也泻肺热是一个方面，对于葶离子呢是比较次要的一个方面啊，所以在过去的这个中药书上，葶离子、桑白皮都叫泻肺平喘，但是它们的内涵不一样，一个偏重于清泻肺热，一个呢偏重于泻肺实、泻痰水。所以主治症呢，对葶离子来说就是痰水壅盛的实症啊，这个为主的。那么为了把这两个药的主治症不同，所以我们把这个术语呢区别了一下。当然这个葶离子呢可以不改啊，可以不改，就叫泻肺平喘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消痰呢，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新的说法吧，可以供参考。那么这个利水退肿呢，也是说用于这个湿热的水肿，因为它的苦寒性比桑白皮更盛，所以也是湿热的水肿啊，湿热的水肿。这是按照传统经验的使用。那么近年来经过药理学的研究，那么发现这个葶离子呢有很好的强心的作用。那么通过强心呢，对于这个心衰的水肿和这种喘息，它都是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那么由于这个心衰引起的水肿和喘息，大量的不是热症，大量的是虚症啊，或者虚实夹杂的，甚至于是虚寒症的啊。那么说通俗一点，这种情况呢，常常出现在肺气肿、肺心病，尤其是肺源性的心脏病。那么开始是这个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最后进一步的发展严重了肺气肿，最后增加了心脏功能的负担，最后造成了心力衰竭啊，心衰。那么就称为肺源型的心脏病啊，就是一般说的肺心病。那么这个都是一些慢性病，很多都是属于虚寒症。那么但是葶离子呢，对于这样的病症呢，它通过强心，有利于利尿消肿，也有利于缓解这个痰水壅盛的气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又和它的苦寒的药性是不适宜的，所以往往就配伍一些温补的药，所以近年的在当代临床上，葶离子经常配伍黄芪、白术或者附子啊这样的一些温补这个阳气的、温阳的、补气的。那么对于这个肺心病的心衰引起的水肿和咳喘痰多，用了以后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那么是当代的一种发展啊，就不完全用它的药性来解释。按理来讲，这个苦寒很盛的药就应该是用于湿热症、用于实症、用于热症，但这个不是实症，也不是热症，同样可以使用，但一定要配伍啊，这个需要注意的。另外，这个葶离子呢，因为它的种仁非常细小，所以在做汤剂的时候，一般也要求包煎。那么包煎了以后呢，是便于分离那个煎液。那么服用的时候呢，避免那个细小的种子悬浮在里面，这个口感很差啊，不便于服用。这个和前面的一些这个细小的
这个种子类的药材，比如说这个车前子要包煎，其中一个也是为了便于和煎叶分离。当然，另外呢是那个汤液不混浊，因为它含粘叶子，那是另外的了。平离子呢与这个无关，主要是便于煎煮，便于分离。下面的一个药，白果，白果呢又叫银杏啊，银杏。那么有时候呢，在药材上呢，银杏呢主要指的这个带有绿色的这个果肉的，或者说外果皮的，这个习惯上有的把它称为银杏。白果呢去掉了这个外面的绿的果皮的，更多的是称白果。当然有的时候也不分啊，多数时候不分，有的人呢这样子分，但是这样子呢常常就出现报道上有些问题。过去有的报道这个白果用来治疗什么，泡了以后治疗什么肺结核的什么，最后发现呢它是用的是这个绿的这个果皮，毒素也是比较强的啊，所以就是名称上的一个混乱。所以有人主张银杏和白果分开，也是有它的意义的。当然这个还没有得到公认啊，只是在部分的著作当中有这么个倾向性。称白果的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中药的白果，称银杏的那么就包括了外面的绿的这个果肉外果皮在内。这个白果呢，因为它的这个叶片就像那个鸭掌鸭蹼，所以这个树呢又叫做鸭掌树。我们今后学一个古方叫做鸭掌散，那么里面的鸭掌树脂就是这里的白果啊，白果同一种别名。另外这个树呢，它的生命特别长啊，生长也很缓慢，所以有的书上把它叫做公生树，好像主妇种的树要生殖了一辈才能够见到果实啊，周期很长啊，很缓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的这个知识吧。那么这个白果呢，作为一个这一章的药物，首先它有明显的止咳平喘作用，尤其是止咳作用啊相当明显，所以主要把它放到了这一章。但是这个药呢有一定的收敛性，所以在一些书上呢就把它这个功效呢称为敛肺止咳或者敛肺平喘，就说明它有一定收敛性的止咳平喘药。那么有一定的收敛性的止咳平喘药呢，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就应该用于肺气虚的久咳虚喘，而且是没有痰的久咳虚喘，那最为对症。那么这样的比较典型的收敛性的止咳平喘药，都放在了今后要讲的收摄药那一章。那白果呢，它有一定的收敛性，在临床上呢，它又没有完全是用于这个肺气虚的久咳虚喘，又把它放到了止咳平喘这一章。关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在敛肺止咳平喘的同时，就它有一定的收敛性，这个收敛性不是很强，它不容易敛血，更主要的是它又有比较明显的祛痰作用。它在止咳平喘的同时，它能够有效的祛痰，所以这个白果在治疗咳喘症的时候，不仅仅限于虚症，常常用于实症。这个实症呢，痰比较多，甚至还有邪气，它都不容易敛血它都可以使用。所以就是它放在这一章的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白果它的主治就笼统的提了一个咳喘啊，这个哮喘咳嗽就是一般所说的咳喘，没有限定的久咳虚喘。久咳虚喘能不能用？能用啊，不是久咳虚喘的实症照样可以用。那么这个有代表性的，我们在学麻黄的时候学过一个三奥汤。那么三奥汤呢，麻黄、杏仁、甘草3味药，
用杏仁来增强麻黄的止咳平喘的效果。如果说把三奥汤当中的杏仁去掉，把它换为白果，那就是一个有名的古方，就叫牙掌散。牙掌散，牙掌散就是麻黄、白果、甘草三味药，它治疗的不是虚症，是实症，而且还有外感，它类似于三奥汤，还有外感风寒，它都可以用，就说明它是收敛性不强，它能，而且它和三奥汤相比还有一个优点，本身就能够祛痰。三奥汤的药除了甘草有一点祛痰以外，祛痰不明显，所以往往还要加上祛痰的药物来使用。这个外感风寒的这个咳出来痰多的时候，那么这个白果呢，它有类似于杏仁的止咳平喘作用，还有杏仁没有的明显的祛痰的效果，所以很多人常常喜欢用这个牙掌散，用它来代替三奥汤使用。那么我们以后要学的定喘汤，那么它也是这个白果和麻黄这些药啊，用于外有风寒、内有肺热，也是一种实症，也是实症。所以对于白果，就不要过分的强调它的涩味啊，它的收敛性，它有这个倾向性，有这个倾向性，但不重不典型，所以它基本上还是属于我们常用的止咳平喘药。所以这个是用白果啊需要说明的一点。那么它的收敛性呢，更多的表现在它另外的指带缩尿，指带缩尿用于妇女的北带过多或者肾虚的遗尿尿频啊，遗尿尿频。那么为什么用白果呢？一方面用它来这个固摄肾气，固摄肾气。更主要的，前人认为这个白果本身就有一点这个养肾气，它不完全是在收，而且有一点补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才治疗肾虚引起的带下或者说这个遗尿。那么这个在这个道家的这种养生的食疗方里面，很崇尚这个白果。比如说这个白果炖鸡，就是道家啊，比如说这个四川青城山的道家，他白果炖鸡就是一道有名的道家名菜啊。那么他把它作为一个滋补食品，滋补食品，就说它能够补肾气啊，补肾气。当然，这个在中医文献的里面，《本草》里面有这个意思，但是不够明确啊，所以它用于治疗这个带下尿频遗尿，它的指带缩尿不完全是收敛，与收敛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它不是很典型的收摄药，也是不放在收摄药那章的一个原因。它因为它还有一点补养的作用啊，补养的作用。这个就是大家作为常识性的了解啊。说这个白果的整个这个功用就这么也是不复杂的啊。关键呢，白果是一个有毒的，有毒啊，尤其是在生用的情况下啊，很容易引起中毒啊，很不安全。但是白果的这个有毒的成分啊，有毒的一些成分能够溶于水，而且不耐高热，所以作为汤剂，那么这个白果呢是比较安全的，不容易中毒的。尤其是作为食品，刚才我说的白果炖鸡，那鸡都已经炖熟了、炖好了，可以食用了。那白果肯定是长时间的在水里面加热，那么有毒的成分都溶在水里面，最后破坏掉了。所以那个食用的时候是很安全的啊。有的人不但吃，而且吃的很多。那么炖一只鸡，有的时候可能用有的起码用半斤白果啊，完全是用它的里面的种仁啊，不会中毒的啊。这是关于白果的情况。那么附药一个银杏叶啊，就它的叶片，现在主要作为一个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或者心脑血管，包括脑血管嘛，作为一个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在使用。白果叶呢，在古方里面也用，但是主要不在活血化瘀，主要也是把它作为一个止咳平喘的药。比如说徐明泰的一些著作里面也提到了这个银杏叶啊，这是一个当代研究的一个发展，应该是一个专门的药了。
现在很热门的一个药，有很多这个百果叶的这个银杏叶的这个制剂。那么我们这里不多讲，它属于另外的一类的药。下面的矮地茶，这个是一种小灌木，它的叶片呢像茶叶，长得不高，这个个头比较矮，好像离地不远，所以称为这个矮地茶。那么这个药的证明从宋代就开始收在《本草图经》，那么它当时叫做紫金牛啊。我们书上植物的来源，紫金牛科的小灌木植物，紫金牛。为什么紫金牛呢？这个还不清楚啊。那么这个矮地茶呢，是因为它叶片像茶叶，这个个头不高，这样子。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特征，所以在这个江浙地区呢，有的把它叫做平地木啊，好像就离地不远的一种小灌木，平地而生，长得不高，而且是木本的啊，小灌木。在上海地区呢，有的把它叫老吴大啊，好像一直长都长不到很高啊，没有很高，其实都是说它一个矮小的这种灌木这样子来命名。那么在民间呢，常常把它治疗一些风湿痹症，所以有的又把它叫做矮茶风啊，矮茶风啊，认为它能够祛风通痹，所以它有很多的这种别名。那么就由于这个名称不统一，曾经造成一些用药上的一些麻烦。如果说用矮地茶，很多人不知道，尽管这个是一个宋代就开始的证明，现在不为人们所熟悉，所以现在呢就反而不用它这个证明了，比较人熟悉一点的这个矮地茶。在这个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的早期，当时这个一些医学杂志上讲这个平地木能够治疗慢性支气管炎，能够缓解这个痰咳喘的症状。当时西南地区的有的人就马上就派人到这个上海地区去采购火车一车皮的这个平地木，因为当时全国性的所谓中草药的群众性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脑慢支啊，要解决这个痰咳喘。当然发现了一个有一定效果的药，那么互相都来使用，都来研究。那么这个要从这个华东地区运到西南地区一看，这就是西南地区的这个矮茶风嘛。当时这个运费都比这个当地的这个销售的价格高出了很多倍，这个就是名称不统一造成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为了逐步的统一，现在一般就用这样的什么老吴大呀、平地木啊、矮茶风啊，就包括紫金牛在内，这个名称一般现在都很少使用。所以尽管这个药呢记载的历史还是比较久的，宋代的《本草图经》就有，但是后来呢，它主要是把它用在了一些风湿啊或者淤血症方面，但是它的作用并不强，作为一个活血化瘀的药物，所以慢慢的就被人们淡忘了这个药。后来才发现呢，它更主要的这个药物呢是在这个止咳祛痰，也有一点平喘作用，但是最明显的是止咳祛痰。所以现在呢，在临床上主要作为一个止咳祛痰药使用啊。因为在古代呢这方面没有用，所以没有相应的这个名方来作为它的这个例证啊，只是当代的一些应用。很多医生在今年呢都比较喜欢用，有比较可靠的祛痰止咳效果，可以配伍其他的药。所以这个药呢，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就不要求大家只做一个常识性的了解啊，作为常识性了解。现在后面还有一味药洋金花。那么洋金花呢，它来源于蕨科的植物，这个植物呢叫做曼陀罗。这曼陀罗呢是这个梵文的译音啊，梵文的译音。这个曼陀罗呢有这个草本的呢有开百花的，这个称为百花曼陀罗，有开紫色花的啊，这个称为紫花曼陀罗。那么一般作为中药用的呢是草本当中的这个开百花的，所以把它百花曼陀罗称为这个洋金花。有木本的曼陀罗，那么这个比较高大，这个花呢更大一些，但是一般不做药用啊，这个形状完全一样啊，形状完全一样。
这个洋金花止咳平喘作用很强，相当强啊。但是呢，它减少这个呼吸道的分泌，不利于祛痰，不利于祛痰。所以这服用了以后呢，有的就口干舌燥的啊，那么卡痰更难。所以它的主治的症当中，用于咳喘，一定要无痰之症。无痰之症，如果痰多，它不利于祛痰，那么这个痰阻塞在肺窍里边，可能就引起更严重的咳喘，效果就不会好，那就有流血的之险。所以这个需要注意的，它止咳平喘作用虽然比较好，但是它不利于祛痰，而且是一个有毒的药物啊，有毒的，而且是大毒啊。这个上面呢掉了，性能里面有毒啊。另外呢，它有很好的止痛作用，它可以通过内服，所以对于一些肢体这个跌打损伤啊、风湿痹疹啊，甚至于脘腹啊，它类似于那种盐伏索啊。对于肢体的疼痛，它有止痛的作用；对于内脏，它又有解痉的作用。现在研究，所以全身、肢体和脘腹的多种疼痛都可以使用它。这个药外用，它又有一定的麻醉止痛的作用啊。比如我们书上谈到这个医中精简的这个正骨的麻药方，那么为了这个使这个脱臼的，比如说复位或者已经骨折了的，让它恢复固定位置，那么就手术的时候很疼痛，那么局部的用或者口服一点都会达到这个麻醉止痛的效果啊，所以是一个应用比较广泛的一个止痛的药物。另外它有一定的止痉的作用，但是用的不多，可以用于癫痫或者小儿这个慢惊风。总的这个药呢，在临床上都是要严加管制的，毒性很大的啊，毒性很大。那么曾经一度的把它作为一个麻醉的药物使用，动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量就比较大，有的用到10多20克，让这个患者昏睡几小时、10几小时，甚至20、30小时都可以，用量多他就昏睡不知人事啊，然后可以进行手术啊。古代用这个曼陀罗啊，这花就是洋金花，那么主要也是在这方面的使用，作为一个止痛。当然有的猜测，这个《水浒传》的里面的蒙汗药，可能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这个洋金花，因为洋金花呢在适宜德效方里面已经有比较多的应用。那么这个和这个离这个《水浒传》这个宋代的时间不是很长，那可能当时已经就这个药已经在民间使用了啊。比如说一个智取生辰纲，那些人才昏睡了那么久啊。当然这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很多人支持这种说法，认为主要的成分这个蒙汗药可能是这个洋金花啊。所以这个药呢，大家要注意的是它的毒性啊，有毒的啊，不能够经常使用的。那么一般作为止咳平喘呢，它的量是很少的，或者作为止痉啊。普通的疼痛它的用的量也是我们书上这个量，如果手术要作为麻醉药，这个量是不可能的啊。那么这要加大它的用量，那么在临床上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那么这个植物，这个曼陀罗，北花曼陀罗，整个都有类似的功效，平喘止咳或者止痉止痛，包括它的种子啊，种子，也包括它的这个叶或者茎啊，都有这些都可以使用，但是其中以花的作用最为明显啊，所以称为洋金花。整个这个止咳平喘药呢就讲完了，就这些内容。但是需要说明呢，比如说这个平喘，我们这里虽然有很多有平喘的药物，但是与麻黄比起来，麻黄的止咳平喘作用，尤其是平喘作用，仍然是很强的。这里面有很多药是赶不上的，所以麻黄因为它又是有很好的发汗解表的作用，所以放在了解表药啊。但是它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平喘的药物。那么今后在收摄药当中，还有很多这个练肺的药啊，它通过收敛肺气来缓和这个久咳虚喘，它主要是治疗
虚症的。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学的呢，主要是治疗实症的，但这个并不绝对。治疗虚症，这里面很多止咳平喘的药，比如说这个杏仁呐、这些白果啊，也可以选用。那么我们今后要学的那个收敛性的止咳平喘药，有的也可以用于实症。比如说我们今后学小青龙汤，就用了五味子。五味子，二陈汤里面就有乌梅，本身方里面就有乌梅，原方现在不太重视了反而不是完全可以用所以这两类的这个止咳平喘药呢，可以前后把它联系起来，这样是可以加深这个理解所以它分是相对的人为的就在老化，所以这节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